请问是陆瑶女士的家人吗？哪位？这里是医院。非常遗憾通知您，陆瑶女士已经离开。林森手一抖，蹙着眉，不可能！我漂浮在林森旁边，看他没再接电话，他停在原地，打不通我的电话，打给了严飞。严飞，陆瑶在不在你那里？我打不通他的电话。严飞声音沙哑，带着哭腔：林森，你个糊涂人，陆瑶走了，你的孩子也走了，这下你如愿了，你再也没有牵挂了。林森的脸霎时苍白，怎么会这样？林森心慌不已，莫大的恐惧似要笼罩他。他从未想过陆瑶会离开，更何况这种分别。握着方向盘的手有些颤抖。严飞挂断了电话，楚小林轻声说：林森，你别着急，我刚才还看到严飞的日常分享，里面陆瑶和乐童都在，他们好好的。老公的好兄弟为了救他而死，为了报恩，林森不顾孕晚期的我，陪兄弟的遗孀处理身后事。第1年，我身体不适，独自在医院休养，他陪楚小林的女儿在海边散步。第2年，我确诊重病，颤抖着手一遍遍拨打他的电话。你懂点事，小林不舒服，孩子在哭，我急着送他们去医院，匆匆一句挂断，再无回音。第3年，病情反复，寄出离婚协议书那天，他打来电话，语气不满。3年期满，他回来找我。陆瑶，我回来了，我们的孩子呢？一切都晚了，孩子没能留住，我的身体也越发不好。再见林森时，我刚从医院回来，茶几上的检查单摆在那里。3年未见的男人依旧熟悉，带着我记忆中的神情。病痛的折磨让我好久没想起林森，一时间恍如隔世。瑶瑶，我回来了，这几年辛苦你了。我扯了扯嘴角，视线落在他身后的母女身上。一袭长裙，温婉知性的楚小林对上我的视线，两人眼里毫无陌生。他曾见过我，在我去洛市时，林森理所应当的开口：小林和悠悠暂时来家里住一段时间，你搬到次卧去，主卧有卫生间，方便小林照顾孩子。不行，林森的笑收敛了回去，低声说：陆瑶，你别这样，你别忘了，要不是方凯帮我，我可能会受伤。他们是我恩人的家人，我不能不管他们。你陪着处理了那么久的事还不够吗？难道要照顾他们一辈子吗？陆瑶，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近人情？3年前你是同意我照顾他们的。3年前方凯与林森考察项目遇上了脱落的脚手架，方凯提醒了林森，自己却被碰到。方凯临走前把妻女托付给了林森，我同意林森给些帮助，分些时间照应母女俩。只是我没想到，这一照应便是3年，林森一次不曾回来过。彼时我8月怀胎，身体不便，他还是去了洛市，留我独自在家。楚小林低垂眉眼，语气柔和：阿森，算了，不打扰你和陆小姐团聚，我带着悠悠出去住。不行，林森放软了声音，小林带着孩子在海市人生地不熟，母女俩住外面我不放心，他们只暂时住一段时间，等我找好房子，他们就搬出去。我执意拒绝。林森有些生气：陆瑶，你别忘了，这房子是我买的，我说让他们住就让他们住。我一时沉默，话被堵住，再无力气争辩，任由林森把主卧的衣物挪到次卧。主卧里，楚小林女儿拉着林森的手：叔叔，这就是我以后的家吗？林森温和地应了一声：是呀，悠悠以后先住这里。楚小林声音轻柔：悠悠要有礼貌。方悠悠有些委屈，林森轻声安抚着。我有些恍惚，我怀孕时，林森也是这般细心照顾我的。带林森出来，他突然问起：陆瑶，我们的孩子呢？孩子，我们的孩子早就离开了。我还没说出口，方悠悠抱着一个粉色透明瓶出来，一脸天真：叔叔，你看我找到了什么？我脸色变了，快步走过去，把瓶子给我。林森把方悠悠护在身后，语气严肃：陆瑶，一个瓶子而已，你别这样。方悠悠声音带着哭腔：叔叔，我怕。我心里一紧，眼里透着难过。林森，你让他给我，还给我，那是我的。林森轻轻拦住我：陆瑶，你别吓到孩子。方悠悠手一松，瓶子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洒了一地。我蹲下身想去拾起，林森见状将我扶住：陆瑶，小心碎片。我挣扎了一下：林森，你别管我，2年多的身体不适让我没什么力气。楚小林听见动静出来，他轻声说：不好意思，悠悠不是故意，我重新买一个给你。我情绪有些激动：你拿什么赔？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方悠悠哭了起来：不许你这样说。楚小林默默找到扫把，准备清理。我轻声说：别动它。林森松开了手，那是我留下的念想。当初我身体不适，无论怎么联系林森都没接通电话，艰难留下的孩子没能留住。
我把他留下的东西装在瓶子里，成了我唯一的寄托。林森怔住，待在原地。楚小林停下动作，没再说话。林森沉默了片刻，语气低沉：“先别动。”他带着方悠悠和楚小林暂时离开了家。门刚关上，我胸口一闷，眼前发黑，心里涌上的难过压不过身体的难受。我的孩子，对不起，妈妈真的很难过。再等等，很快妈妈就会去陪你了。我的意识逐渐模糊。再醒来时，天色大亮，我在地板上躺了一整夜。我强撑着从地板上爬起来，忍着不适找出包里的药，吃掉了最后的几颗药。上周才开的一瓶药你就吃完了。我嘴角带着苦笑，太难受了，不吃撑不住。算了，你去买吧，只1瓶。顾医生，2瓶吧，最后的日子我想好过一点。常规的药我的身体已经不太起作用，效果好些的药价格不菲。见过太多病人的医生，眼中带着一丝温和的关怀。我拿到了申请，却在楼下付费时显示余额不足。早在第1年身体不适，医药费早已将我的存款用完。现在用的卡是林森公司每年分红与生活费转账的卡。说来有些感慨，林森除了不常联系之外，钱倒是按时打进卡里。若是没有这笔钱，我可能早就放弃了。明明我查过卡里还有一笔钱的，怎么会刷不出来？我拨通了林森的手机，你是不是动了卡里的钱？电话那头林森沉默了一下，陆瑶，这笔钱我暂时挪用了，等公司钱款到账，我给你打回来。电话那头，我听见方悠悠高兴地说着新房子，原来他是把钱拿去给楚小玲安排住处了。林森，我身体很不舒服，我需要这笔钱。孩子的离开，身体不适，日日承受着难受的折磨，种种事情接二连三，早已将我的心气磨光。难过过，埋怨过，后悔过，如今对他生不起再多期待。林森语气有些急，陆瑶，你别又这样。作为我的爱人，他听见我说不舒服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质疑。明明以前我只是有点头疼，他都紧张的不行，非要让我去看医生。不过3年我身体不好，他看不见我消瘦的脸颊，只觉得我在闹情绪。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些？要不是方凯，我可能会受伤。我是为了感谢他，你就这么容不下小林母女吗？我瞬间没了再辩驳的意思。感谢？这3年里，林森对我不闻不问，在我需要的时候陪着楚小林母女，任由方悠悠亲近他，在方家人说话直接时，挡在楚小林身前，成了他的支撑。楚小林的日常分享里，俨然亲近的朋友关系，林森也看不见吗？原本是我的丈夫，却在另一个女人身边扮演着亲近的朋友角色，这过界的感谢将我置于何地？我挂断电话，将捏成一团的缴费单扔进垃圾桶，拨打了闺蜜闫飞的电话。菲菲，帮我了解一下楚小玲和她丈夫。闫飞一口答应下来。我始终想不明白，当初为什么方凯帮了林森之后，林森当即就去帮忙3年，还有楚小林为何会有经济困难。接下来几天，我意识越发模糊，白天黑夜的醒来，分不清何时何地。楚小林约我见面时，我正准备出门去拿乐童的生日礼物，刚出小区就被一只手拉住手腕，我正没看过去，是林森带着焦急的脸。陆瑶，悠悠找不到了，你知道悠悠在哪里吗？放开，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林森，你弄痛我了。楚小林眼含泪水地问我，陆瑶，我求求你，告诉我悠悠在哪里。我的悠悠是我的全部，我不能没有她。只要你让悠悠回来，我们会走得远远的，不会再打扰林森。他的表情无助，我却感到疲累。方悠悠不见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你应该去找人帮忙，而不是找我。楚小林声音哽咽，悠悠从来没离开过我，她在陌生的地方会多害怕，只要你告诉我，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林森语气着急，拉住我，陆瑶，孩子在哪里？他不分青红皂白相信是我知道方悠悠的去向，我什么都没做，怎么会知道？心上更是隐隐作痛，昔日爱人竟然从未相信我过。他说，你自己也是在意孩子的人，难道你不知道孩子对母亲的重要吗？林森的手有些用力，我的呼吸不太顺畅，我忍不住咳嗽，嘴角有些不舒服。林森手一松，我站立不稳。楚小林脸上表情复杂，我轻声说，我没有。林森神情懊恼，语气失望。陆瑶，你怎么能这样？我身体难受。闷哼一声，蜷缩着身体。药，我颤抖着艰难从兜里拿出药瓶，连扭开药瓶的力气都没有。林森着急，不小心碰掉了我手里的药瓶。你还在这样，陆瑶，你到底要怎样？
我痛得精神涣散，手无力地伸向远处的药瓶。楚小林接到电话，悠悠找到了。林森回头看了我一眼，带着楚小林离去。我躺在地上，再也压制不住，身体很不舒服，吓到了围观的人。眼看我情况不好，好心的路人帮忙联系了医院，我被送往医院，情况很不好。最终我还是离开了。方悠悠并没有不见，只是跑出家门之后想要找林森。林森安顿好楚小林母女之后，忙着公司的事务，方悠悠自己出门想要去找他。迷路之后，好心的路人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安全点。在见到林森时，依偎在他身边，红着眼说想他。林森有些懊恼，他眉头微蹙，你为什么觉得是陆瑶带走了悠悠？你对他有看法？林森看着楚小林，楚小林挺直脊背，轻声说，我没有多想。开车回去时，路过刚才争执的地方，红灯停了下来，旁人的说话声传了进来，刚才那个人情况不太好，送去医院了。与此同时，他的手机响起，请问是陆瑶女士的家人吗？哪位？这里是医院，非常遗憾通知您，陆瑶女士已经离开。林森手一抖，蹙着眉，不可能。我漂浮在林森旁边，看他没再接电话，他停在原地，打不通我的电话，打给了严飞。严飞，陆瑶在不在你那里？我打不通他的电话。严飞声音沙哑，带着哭腔，林森，你个糊涂人，陆瑶走了，你的孩子也走了，这下你如愿了，你再也没有牵挂了。林森的脸霎时苍白，怎么会这样？林森心慌不已，莫大的恐惧似要笼罩他。他从未想过陆瑶会离开，更何况这种分别。握着方向盘的手有些颤抖。严飞挂断了电话，楚小林轻声说，林森，你别着急，我刚才还看到严飞的日常分享，里面陆瑶和乐童都在，他们好好的。林森接过手机，看着日常分享的照片，稍微放松了一些。楚小林抿了抿嘴，你不是说过严飞跟陆瑶是好闺蜜？我们2个小时前还见过陆瑶，可能他是故意这么说，让你着急的。都怪我和悠悠拖累了你，我这边安顿下来。林森，你以后就别来找我了。楚小林的眼里带着泪光。方悠悠情绪激动，不，我不要叔叔离开。林森轻声说，不要说那些话，陆瑶只是生我的气，怪我这3年没回来过。明天我好好和他说，他会理解的。我的魂体出现在林森的车里，听见了他们的对话，不由得感到讽刺。为了安抚缠着林森的方悠悠，他特意带他去了一趟游乐园。方悠悠拉着林森与楚小林一起玩了一会儿，把楚小林母女送到住处之后，方悠悠依旧拉着林森恋恋不舍。叔叔，不要走，我不想你走，你给我讲故事行不行吗？我想听故事。方悠悠撒着娇，林森无奈的又同意下来。楚小林顺手接过林森脱下的大衣，挂在一边。今天看你没吃多少东西，我怕你晚上饿了不舒服，我煮了面。楚小林温和体贴。就在这时，林森的手机铃声响起，是他的朋友打来电话。森哥，你节哀，你什么意思？我看到了严飞发的消息，嫂子还这么年轻就离开了。林森突然愣住了，顾不上电话，想要点开严飞的分享确认，手有些抖。等他看清楚内容时，手机掉在地上。不可能，这不可能！明明白天还见过他，人还好好的。楚小林想要帮忙捡起手机，被他轻轻挡开。他捡起手机，输入熟烂于心的号码拨了出去，却是始终无人接听。一遍遍地拨打出去，林森的心逐渐沉重起来。他站起身，不顾身后楚小林的喊声，转身离开。我扭头回去看了眼楚小林，他表情平静。我忽然明白，原来自始至终被瞒在鼓里的只有林森。楚小林知道我的孩子没能留住，知道我身体不好，把他紧紧留在身边3年，未有一天回来见我。看着他在车上依旧不停地拨打着我的电话，脸上的焦急做不了假。我没忍住感到难过，早干什么去了？林森不敢置信，跑回家去，空荡荡的房间没有他心心念念的人。终于，他想起来联系严飞。严飞的电话很快接通，我听见了他的声音，依旧沙哑。他为我处理了后事，肯定为我掉了好多眼泪。严飞，陆瑶在你那里吗？我找不到他。我说陆瑶走了，走了。你不是不在意吗？林森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变得一片煞白。怎么会这样？我只是推了他一下而已。陆瑶身体很不好，他就这几天可活，你还要这样对他？林森，你好糊涂。陆瑶在哪里？你告诉我，他在哪里？你这辈子都别想知道。严飞挂掉电话，林森奔走在外，寻了一整夜的人，可早已离开的人，他怎么找得到呢？我任由他像只没头苍蝇一样四处寻找。隔天乐童生日，林森知道消息跑了过去，看着穿着公主裙的乐童欢天喜地的模样，林森表情僵硬。我飘到乐童身边，轻轻地摸着她的脑袋。小公主，今天真漂亮，
爸爸！乐童眼睛一亮，冲着林森的方向看去。林森满怀期待地蹲下，张开双臂，下一秒，他的笑僵在脸上。乐童裙子飞扬，像只小蝴蝶，飞进了林森身后男人的怀抱里。爸爸，我好想你。来人是严飞的老公沈墨白。林森脸色不太好，问：你是谁？乐童明明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会叫你爸爸？他一副不理解的表情。沈墨白先捂住乐童的耳朵，表情严肃：你冷静一点。严飞注意到这边，强忍难过。沈墨白把乐童带开。乐童宝贝，你去找奶奶好吗？爸爸和妈妈有点事。乐童乖巧的点点头，冲着奶奶而去。老婆，我得在你身边。严飞对着林森满脸难过。你走吧。林森心中的不安又升起来。严飞，你告诉我，乐童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严飞语气低沉。乐童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你说呢？林森一脸决然。不可能，是不是你故意把我的孩子带走？明明路遥和乐童的合照还在，那是提前拍好的。严飞眼里掩饰不住的难过。你的孩子早离开了，离开在3年前，你和那个女人和孩子在外面那天。林森脚步踉跄，曾经被他忽视掉的细节浮现心头。回来这么久，他从没在路遥身边见过有其他的小女孩，不安越发放大。他猛然升起一个念头，他逃避相信，不可能，不可能。我轻声说，孩子离开了，我也离开了，终于解脱了。严飞神情疲惫，遥遥留了东西在家，你回去看就知道了。林森慌不择路地往家赶，我不受控制就要飘出去。回头时，不远处的乐童冲着我挥手，乐童，生日快乐。妈妈，姚妈妈走了。严飞红着眼，沈墨白揽着老婆，没让乐童发现。乐童并不知道我走了。3岁的小公主还不理解离别。林森冲回家，包裹打开是一个储存卡，我留下的记录，一段记录，内容是关于我这几年的一些心情，提到了孩子的离开，身体的不好，以及对他的失望和最后的释然。记录的最后，我说，孩子离开了，我也离开了，你可以继续你的人生，照顾你想照顾的人，我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生活里。记录结束，我无波无澜，甚至还有闲心看林森的表情。他僵坐在原地，像一块石头，一动不动。不可能，不可能，路遥肯定在骗我，怨我3年没回来，需要的时候没在他身边。屋外风有些大，风吹进，茶几上摆放的纸张被风吹散，林森视线落在上面，他坐倒在地，捧起纸张，发出悔恨无助的声音，心中的疼痛如潮水般汹涌而来。都干了什么？路遥，路遥！他跪在地上，一声声呼喊我的名字。我静静看着，风有些大，雨落了下来。林森在严飞家外，恳求严飞告诉他我和孩子的去向。雨落在他身上，向来骄傲的林森显得有些狼狈。雨下了一整夜，直至天亮，他唇色发白，身体微微颤抖。严飞神色平静地出来，没有具体的地方。路遥让我把他的东西撒进了海里。林森踉踉跄跄地离去，如同失了魂一般，回到了我们曾经的那个家。躺倒在沙发上，手机铃声响个不停。林森一动不动地躺着。我看见屏幕上显示的来电人的称呼小林，电话那头的楚小林很执着，铃声不断。林森抬手在茶几上摸索着手机。喂，楚小林带着不知所措的声音传来。林森，你快来，悠悠不舒服。林森呼吸重了一瞬，顿了一下，不舒服就去医院，找我能怎么办？你不是说不需要我照顾你们吗？你难道连把一个5岁的孩子送医院都办不到吗？楚小林，事事要我来，我不是你的家人，也不是悠悠的亲人，你明白吗？他的语气里带着疲惫。我不由得感到有些讽刺。曾经林森抛下身体不便的我，3年不曾回来，一心只为帮忙，如今他开始怀念我。对楚小林，对方悠悠收回了对他们所有的照顾关心，变得疏远。他说他的情分早就还完了，他该反省，像我，像孩子，日日待在那个家里，拥有我们所有回忆的家，试图用忙碌麻痹自己，浑浑噩噩间等待着一个不可能回来的人。我试图脱离开来，却始终在林森身边，哪里也去不了。严飞没有让我等太久，房子被他处理，是我交代的，钱留给乐童一部分，剩下的捐给资助女孩的机构。身体不好的这2年，乐童带给我为数不多的快乐，把对自己孩子的爱全部倾注在他的身上，支撑着我度过一个个难熬的夜晚。林森不愿意，红着眼跟严飞说话。我不同意，这是我跟路遥的家，谁也不许动。林森的执意，严飞只好先离开。没过2天，林森又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有一份资料。林森脸色不太好，拿着资料的手微微颤抖。这份资料是楚小林的丈夫方凯，身体很不好，上面的时间正是方凯为帮林森之前。与此同时，林森手机里收到一段记录，他点开之后表情震惊，
记录里提到了方凯当时的情况和他的想法。林森的手机掉在地上，他彻底崩溃。方凯，你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这个原因，为了自己的家人，安排了自己的朋友，将他牵扯进来，害他不顾妻子身体不便，远去处理他的事，害他失去最爱的人，害他日日难受。是我糊涂，太糊涂了。林森一拳砸在墙上，发泄着心中的懊恼与悔恨。一步错，步步错。我静静瞧着林森难过、悔恨、跌落，他情绪激动之后，去到了楚小玲所在的住处，将那对母女请了出去，安排这个住处，用了我最后的要钱。他对他们疏远，平淡，再无半点温情。楚小玲抱着方悠悠哭，试图唤起林森的情谊。林森，这3年你细心关心，我早就依赖你了。我不走，我不信你没对我动心。林森苦笑着，笑到眼泪落下来。他真是糊涂到无可救药。楚小林，你还要怎样？方凯是怎么离开的？为什么离开？你难道不清楚吗？这3年，每次我想回去看我的老婆孩子时，你和你的孩子总是有各种事情。是我糊涂，是我看不明白。他将楚小林母女送去了方凯的老家，让他们回到家人身边。路遥，我错了。路遥，你入我的梦里，说说我好吗？别不理我。路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回来好不好？他抱着我的衣服，躺在床上，试图寻找属于我的气息。3年太久，是他糊涂，是他不明白，他怎么能抛下自己的爱人，一心只想帮忙呢？他的心像是被揪着一般，密密麻麻的痛得他无法呼吸。他被困住，再也走不出来了。这世间最爱他的人已经不在了。他有些消沉，一日接一日。倒在床上时，嘴里还念叨着我的名字。林森做了一个梦，梦里他陪在路遥身边，身体不便时他格外的紧张，甚至半夜睡醒第一反应留意路遥的情况。孩子到来当天，他紧紧握着路遥的手陪着。孩子顺利到来，红扑扑的小脸蛋像妈妈一样漂亮。老婆，你辛苦了。他刚要俯身，路遥情况有些不好。林森吓坏了，眼前一片慌乱，他惊慌失措，不停地喊着医生，大喊着惊醒过来，才发现自己泪流满面，原不过是大梦一场。从美好坠入现实，却发现自己始终在现实中。他俨然成了一具没了精神的躯壳。他委托严飞将房子处理，将自己的所有安排留给了乐童，在我东西撒下的那个海边独自站立许久。我静静看着林森的身影在海边显得孤单，心事已了，我毫不犹豫转身消失在风中。但风没有消散我，我发现自己仍停留在原地，只是变得更轻，更透明。林森看不见我，他只是长久地凝视着海面，仿佛那里有他要寻找的答案。我试图再次离开，却像被无形的线拴住，怎么也挣脱不了这片海滩。严飞来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身边跟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老人，穿着朴素的中式褂子，手里拄着一根暗沉木杖。老人走近林森，林森毫无察觉。你心里有结。老人的声音很平静，却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也传进了林森的耳朵。林森猛地回头，眼里布满血丝。你是谁？一个过路人。老人的目光缓缓移向我所在的位置，那双浑浊的眼睛似乎穿透了虚空。你牵绊太深，有人走不了。你也疯了？还是严飞请来演戏的？严飞站在几步之外，眉头紧锁，没有接话。老人摇摇头，木杖轻轻点在沙滩上。3天前的子时，这里是不是撒了东西？林森脸色骤变。你怎么知道？东西没撒干净，执念附着在残留的细微之物上，把人困住了。他以为自己能走，其实还在原地打转。我听得心惊，难道是因为骨灰没有完全融入大海？那瓶子摔碎时，确实有一些粘在了我的衣角。后来慌乱中，我是否无意中带出了些许？你说谁？你说谁走不了？你想见的人？老人任他抓着，语气不变。但见了又如何？你已经害死他1次，还想再害他第2次。这句话像一把刀，刺得林森松开手，踉跄后退。我没有。你有。老人打断他，你的愧疚，你的悔恨，你的执念，现在都成了锁链。你想他，所以你用你的想困住了他，他因你而死，现在连离开都要经过你同意吗？林森瘫坐在沙滩上，双手插进湿冷的沙子里，肩膀剧烈颤抖。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才能放他走？找到残留的东西，彻底送走。老人说，然后你放手。怎么找？林森抬起头，脸上都是水，分不清是海水还是泪水。跟着他，残留之物必定在他最后牵挂的地方。找到后带到日出之地，海水最清之处，让他随光而去。林森接过罗盘，像是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他
他转身就往岸上跑，甚至忘了和严飞说一句话。严飞走到老人身边，低声问：“刘伯，这真的有用吗？”老人看着林森远去的背影，叹了口气：“有没有用，看他的心诚不诚，也看他的意愿强不强。有时候不是亡者不走，是生者不让。”他顿了顿，又看向我：“小姑娘，你也得自己使把劲。”我怔住了，他能看见我，他真的能看见我。我想问他，可我发不出声音。老人仿佛听到了我的疑问，缓缓点头：“你想走，光靠他放手不够，你得自己斩断那根线，线头在哪里，你得自己找。”说完，他拄着木杖，沿着海岸线慢慢走远了。严飞站在原地，望着林森消失的方向，又看了看我所在的位置，最终只是深深吸了口气，转身离开。现在，海滩上只剩下我和永不停歇的海浪声。罗盘指引的方向是我家的位置。林森像疯了一样冲进那间已经不属于他的房子。严飞动作很快，大部分我的私人物品已经被打包收走，准备捐赠或处理。房子里空荡荡的，带着一种人去楼空的冷清。林森握着罗盘，指针疯狂转动，最后直指向次卧那间我最后住过的房间。他推开门，房间里只剩下基本的家具，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罗盘指针开始微微颤抖，指向衣柜的方向。林森打开衣柜，里面是空的。他趴下来，看向衣柜底部，缝隙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微微反光。他用手指艰难地抠挖，指甲断裂也浑然不觉。最后，他抠出了一枚小小的、不起眼的珍珠耳钉。那是我女儿出生前她送给我的礼物。她说珍珠象征圆满，希望我们和孩子一切都好。后来孩子没了，我再也没戴过。收拾东西时，可能不小心掉在了这里。珍珠表面蒙着灰，但在林森手中，罗盘的指针稳稳地定住了。就是他。林森紧紧握着耳钉，像是握着全世界。他跪在衣柜前，额头抵着冰冷的柜门，压抑的呜咽声在空房间里回荡。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在对我说，还是对女儿说，或者是对过去那个愚蠢的自己说。找到耳钉只是第一步，老人说要带到日出之地，海水最清之处。林森开始疯狂地查询资料，打电话给所有可能知道海水最清之处的人。他像个偏执的科学家，又像个虔诚的朝圣者。最后，他从一个老海员那里得知，离市区80公里外有一处小小的海湾，因为特殊的洋流和地质，海水格外清澈，也是附近看日出的绝佳地点。那里叫望归湾，名字像一个讽刺。林森一夜未眠，凌晨3点就驱车出发。我被迫跟着他，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模糊的黑暗。我能感受到那枚耳钉上传来的微弱波动，那是与我之间最后的脆弱的联系。天边泛起鱼肚白时，我们到达了望归湾。这里几乎未经开发，只有一条简陋的石阶通往下面的沙滩。海水果然清澈的不可思议，近岸处能看到水底细腻的白沙。林森跌跌撞撞地走下石阶，来到沙滩边缘。他捧着那枚耳钉，面朝东方，等待着日出。海风很冷，吹得他单薄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他浑身都在发抖，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别的。我也在等待。如果这样就能解脱，我愿意。第一缕金光刺破海平面时，林森将耳钉紧紧贴在胸口，然后闭着眼，一步步走向海水。冰凉的海水没过他的脚踝、小腿、膝盖。他走到齐腰深的地方，停住了。他举起手，摊开掌心，珍珠耳钉在朝阳下泛着柔和的光泽。路遥，他的声音嘶哑的几乎听不见。我放你走。他松开手，耳钉坠入清澈的海水，慢慢沉向白色的沙底。就在那一瞬间，我感觉身上一轻，那根一直束缚着我的线似乎松动了。我能感觉到自己正在变淡，意识开始飘散。可是就在我要彻底消散的那一刻，异变陡升。海水下的耳钉并没有安静的沉默，它周围的海水忽然轻微的旋转起来，形成一个很小的漩涡。紧接着，珍珠表面竟然发出了微弱的光，那光不是反射阳光，而是从内部透出来的。林森也看到了，他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怎么回事？那光芒越来越盛，甚至照亮了周围一小片海水。然后我听到了声音，不是用耳朵听到的，是直接响在意识里的，一个极其微弱、带着哭腔的童音：“妈妈，妈妈，疼。”是我的女儿。那不是我臆想出来的声音，那是真实的、残留的、依附在耳钉上的一丝极其微弱的意识。女儿离开时还太小，小到几乎没有成型的意识，但母亲强烈的悲伤和执念，以及这件象征圆满的礼物，竟然在无意中捕捉，并保存了她最后一丝本能的感觉，对母亲的呼唤和离开身体时的疼痛。林森也听到了，他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海水里，脸色惨白如纸。是孩子。
他颤抖着问，不知是在问谁。那微弱的童音断断续续，反复重复着妈妈疼，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针，扎进我的意识，也扎进林森的心脏。我原本快要消散的意识，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猛地重新凝聚起来。不，我不能走，女儿还在，她的一丝一时还在受苦。那光芒仿佛感受到了我的强烈情绪，变得更加不稳定，闪烁起来。林森猛地扑向海底，不顾一切地想要重新抓住那枚耳钉，但他的手穿过光芒，只捞起一把海水和沙子，耳钉不见了，光芒也逐渐暗淡下去，最终消失在海水中，只有那若有若无的妈妈疼的余音，仿佛还萦绕在周围。林森跪在海水中，海水拍打他的胸膛，他茫然地看着空荡荡的双手，又抬头看向初升的太阳，仿佛不明白为什么明明看到了希望，却又瞬间坠入更深的绝望。我飘在他身边，之前的解脱感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更沉重的枷锁。女儿，我的女儿，还有一丝意识残留在这世间，我怎么能走？林森失魂落魄地回到岸上，浑身湿透，却浑然不觉。他坐在冰冷的沙滩上，眼神空洞地看着大海。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站起身，眼神里重新燃起一种近乎疯狂的决心。还有办法，他喃喃自语，一定有办法。刘伯，去找刘伯。他像是重新找到了方向，踉跄着跑回车上，甚至来不及擦干身体，就发动汽车疯狂地往回开。他要去找那个神秘老人，我跟着他，心里乱成一团。如果连最后的残留之物都消失了，老人还能有什么办法？难道要在这世间永远做一对无法相见、无法相拥，却彼此折磨的母女孤魂吗？林森凭着记忆找到了严飞带刘伯出现的那片海滩，但那里空无一人。他又去找严飞，严飞看到他的样子，吓了一跳。林森，你怎么了？找到东西了吗？刘伯在哪里？林森抓住严飞的肩膀，力气大的让他皱眉，告诉我，刘伯在哪里？我不知道。严飞挣开他，刘伯是我爸以前认识的一个故交，神神秘秘的。那天是他自己突然来找我，说感觉到这边有异常，我根本不知道他住哪里。林森眼里的光又暗淡下去，他松开手，后退2步，背靠着墙壁滑坐在地上。完了，全完了，我把最后的机会也弄丢了。严飞看着他，又气又无奈。林森，你到底在干什么？陆瑶已经走了，你清醒一点。他没有走，孩子，我们的孩子，他还有一点意识留在那里，陆瑶也一定听到了，所以他走不了。严飞愣住了，表情从疑惑慢慢变成震惊，最后化为深深的悲悯。他说，林森，他的声音软了下来，你可能是太难过，出现幻听了。孩子那么小，不是幻听，是真的，你相信我，求你了。严飞，帮我找到刘伯，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办。严飞沉默了很久，最终他叹了口气，我试试看联系我爸，但他和刘伯也很久没联系了，我不能保证。林森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连连点头。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林森就坐在严飞家的客厅里，像个木头人，一动不动。我漂浮在客厅角落，同样在等待。如果刘伯真的有办法，哪怕只有1/1000的机会，我也要尝试。不是为了林森，是为了我的女儿。傍晚时分，严飞的父亲来了，那是一个面容严肃的老人，目光锐利。他听了严飞简短的叙述，又仔细打量了失魂落魄的林森，眉头紧锁。刘瞎子，他确实懂一些我们不懂的东西，但他脾气古怪，行踪不定。上次他主动出现，已经是看在和我多年交情的份上，预警你们这里执念太深，恐生变故。变故是指孩子的事吗？可能。他有没有告诉你，找到残留物，送走之后，你必须彻底放手？林森点头。严父一针见血，你没做到。你找到东西了，但你在送走的那一刻，心里想的根本不是放手，而是更深的执念。你想见他，你想赎罪，你想挽回，你的念头太强，干扰了过程，甚至可能激活了别的东西。林森脸色惨白。那现在怎么办？我不知道，刘瞎子或许知道，但我找不到他。他若不想被人找到，谁也找不到。希望再次破灭。林森整个人都垮了下去。严父离开前，最后看了林森一眼。年轻人，有些缘分尽了就是尽了。强求，害人害己。这句话重重砸在林森心上，也砸在我心上。强求，害人害己，我是不是也在强求？强求那一丝微弱的，可能只是痛苦回声的残念。那天夜里，林森没有离开严飞家，他蜷缩在客房的床上，睁着眼睛直到天亮。我则在整个城市飘荡，试图感受任何一丝与女儿相关的波动，但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仿佛海滩上那短暂的一幕只是我们共同臆想出来的幻觉。第二天，林森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回到万龟湾，一直守在那里。既然是在那里听到的，在那里消失的，
他对妍飞说，语气平静的可怕。那我就守在那里，1天、1年、1辈子，万一他又出现了呢？妍飞劝不动他，只能由他去。林森真的在望归湾附近的一个简陋渔村里租了一间房子。他每天凌晨就去海边，坐在同一块礁石上，望着大海直到日落。他不说话，不工作，整个人迅速消瘦下去，像个野人。渔村的人起初好奇，后来也就习惯了，当他是受了刺激的怪人。我跟在他身边，日复一日，时间对我们来说似乎失去了意义。直到1个月后，一个暴雨的夜晚，台风过境，海面掀起狂涛骇浪，林森却依然固执地走向海边。任妍飞在电话里怎么喊也不回头。他说，这种天气，也许那些东西会更活跃。我无法阻止他，只能跟着。巨浪拍打着礁石，发出恐怖的怒吼。林森站在极稀的海水里，对着黑暗的翻滚的大海嘶喊：出来啊，你们出来啊！路遥，孩子，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啊！他的声音被风雨吞没，一道刺眼的闪电撕裂夜空。在那一刹那的惨白光亮中，我看到了，不只是我，林森也看到了，在离岸边不远处的海面上，在浪涛之间，有一团极其模糊的微微发光的影子。影子很小，蜷缩着，随着海浪起伏，隐约能看出是一个婴儿的形状，是女儿。而在那团小影子旁边，还有一团更淡更大的影子，似乎在努力环绕着，保护着小影子。那是我。原来我并没有完全被困在林森身边，我的一部分，或者说我最核心的执念所化的那一部分，一直陪伴在女儿那丝残念旁边，在这片大海里浮沉。所以我们才无法离开，所以我们才总是回到这里。闪电熄灭，一切重归黑暗。但林森已经看见了，他像疯了一样，不顾一切地朝着那2团影子出现的方向扑去。一个巨浪打来，将他狠狠拍倒在海水里。他呛了水，挣扎着爬起来，又要往前冲。回来，林森，你回来！我无声地呐喊，可他听不见。又一个浪头，这次他被卷得更远，瞬间就脱离了浅水区，被涌动的暗流拖向深海。他会死的。就在这危急关头，一道瘦削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暴风雨的海滩上，是刘伯。他依旧拄着那根木杖，但脚步稳健，风雨似乎无法近他的身。他看了一眼在海中挣扎的林森，又抬眼看向我所在的方向，以及更远处海面上那2团只有特殊状态才能看见的微弱光影。他叹了口气，痴儿。说完，他举起木杖，朝着海面嘘嘘一点，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响，但汹涌的海浪仿佛在靠近他杖尖所指的这片区域时，骤然平息了许多。林森感觉到拉扯他的力量变小了，拼命往回游。刘伯没有帮他，只是静静看着。林森终于狼狈不堪地爬回沙滩，瘫倒在那里剧烈咳嗽。刘伯走到他身边，低头看着他。看到了。林森说不出话，只是拼命点头，眼里全是哀求。他们母女执念相系，困于此处。你执念深重，又添了一道锁，如今3道执念纠缠，已成死结，寻常方法已解不开了。那怎么办？林森咳着水，声音破碎。刘伯沉默片刻，望向黑暗的大海。有一个办法，但代价很大。什么代价？我什么都愿意。不是你。刘伯摇头，目光似乎穿透雨幕，落在我的身上。是他。我解开死结，需要一方主动斩断所有联系，承受魂飞魄散之险，送另一方往生。母亲送孩子，天经地义，成功几率最高。但失数的母亲意识会彻底消散，不入轮回，不留痕迹。你可愿意？他的问题清晰地传到了我的意识里。魂飞魄散，彻底消失，没有任何重来的机会。我看向大海深处，那里有我的女儿，她那么小，那么可怜，一丝残念在冰冷的海水里浮沉了这么久。我又看向沙滩上狼狈不堪，眼中只剩绝望和乞求的林森。最后，我看向自己这虚无的、痛苦的、毫无意义的存在。答案其实早就有了。我对刘伯的方向轻轻点了点头，虽然我不知道他能否看见。刘伯仿佛收到了我的答复，他转回头对林森说：“他同意了。”林森浑身一震，脸上先是难以置信，随后是巨大的悲痛，最后化为死寂的灰败。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这是唯一的生路。孩子太小，残念太弱，撑不了多久了。再拖下去，他们母女会一起彻底消散。如今母亲愿意牺牲自己，送他一程已是最好结局。林森瘫坐在雨水里，双手捂住了脸。刘伯不再多言，他面向大海，开始用一种古老而低沉的语调吟诵。我听不懂那些音节，但能感觉到周围的风雨声仿佛在远离，一种奇异的宁静笼罩了这片海滩。海面上那2团微光再次浮现，
小的那团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朝我的方向微微飘动。我所有的意识都朝着那团小小的光芒汇聚过去。刘伯的吟诵声越来越急，我感到一种巨大的牵引力，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我的内部。我在燃烧自己，用我所有残存的意念、记忆、情感作为燃料，化为一束纯粹而温柔的光，包裹住女儿那团微弱的残念。很温暖，就像她刚来到我身体里时的那种感觉。女儿残念中那一直萦绕的疼的哭声渐渐平息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宁的、依恋的波动。她在光里感觉到了妈妈。刘伯的吟诵达到最高潮，他手中的木杖重重顿在沙滩上。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包裹着女儿残念的那团光猛地向上飞升，穿透厚厚的雨云，消失在无尽的夜空深处。他走了，去了他该去的地方，而我感觉到自己的意识正在飞速消散，像沙塔崩塌，像冰雪消融。所有的画面、声音感觉都在离我远去。最后那一刻，我似乎看到林森朝着大海的方向跪了下来，深深地俯下头，额头抵在潮湿的沙地上，他的肩膀耸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还看到刘伯摇了摇头，转身拄着木杖，缓缓走入风雨之中，背影渐渐模糊，然后一切归于黑暗，真正的永恒的黑暗，没有痛苦，没有思念，没有遗憾，什么都没有了。我终于彻底自由了。海边的风雨渐渐停歇，天边隐约泛起一丝微光，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只是这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叫路遥的女人存在过的痕迹，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都消失了。林森在那片沙滩上跪了很久，久到双腿失去知觉，久到初升的阳光刺痛他红肿的眼睛。海浪温柔地涌上来，又退下去，一遍遍冲刷着他身边湿润的沙地，抹去昨夜所有的痕迹。严飞找到他时已是中午，他看着他泥泞不堪、失魂落魄的样子，什么也没说，只是走过来，默默搀扶起他。林森像个提线木偶，任由他扶着，踉跄地离开海滩，回到那个简陋的渔村小屋。严飞烧了热水，找了干净的衣服让他换上。林森换衣服时，动作僵硬迟缓，眼神空洞地盯着斑驳的墙壁，仿佛那上面有什么东西。刘伯走了，我爸说他不会再回来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林森没有反应。严飞加重了语气，林森，路遥用他自己换了孩子的解脱，这是他的选择，你现在这副样子对得起他的选择吗？这句话像一根细针刺破了林森麻木的壳，他的睫毛颤动了一下，缓慢地抬起眼看向严飞，那双曾经神采飞扬的眼睛里，如今只剩一片干涸的荒原。对得起，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我永远都对不起他，从3年前我离开他身边开始，就对不起，那就好好活着。严飞的声音很冷静，甚至有些冷酷，把那份愧疚背起来，背着他活下去，这才是你现在该做的事，而不是在这里把自己变成一滩烂泥。活着，林森喃喃重复，仿佛这是个陌生的词汇。对，活着。严飞站起身，路遥的房子我已经按他的意愿处理好了，钱也已经捐了。你公司那边，如果你还想回去，我可以帮你联系，如果不想，就想想以后做什么，但别指望我会一直照顾你，我没那个义务，路遥也没这么拜托过我。他说完，拿起自己的包，走到门口。我给你3天时间，3天后我来接你离开这里。你是回市区还是去别的地方，自己决定。门被关上，小屋重新陷入寂静。林森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阳光透过窄小的窗户，在地板上投下一块晃动的光斑，光斑里有细微的灰尘在跳舞。他盯着那些灰尘看了很久，然后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这双手曾经拥抱过路遥，曾经期待地抚摸过他隆起的腹部，也是这双手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推开了他。在他看不见的地方，他独自承受了失去孩子的痛苦，承受了病痛的折磨，最终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他甚至没能好好跟他说一声再见。心脏的位置传来一阵尖锐的绞痛，痛得他弯下腰，额头顶在冰冷的桌面上，大口喘气。不是身体上的痛，是更深的地方，灵魂被撕裂的痛。严飞说的对，他不能烂在这里，他得背着这份罪活下去。3天后，严飞如约而至，林森已经收拾好了自己，他刮了胡子，换了干净衣服，虽然整个人依旧消瘦憔悴，但眼睛里恢复了一丝微弱的属于活人的光泽。想好了，林森点头，回市区，公司我会回去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不能的话再想别的。严飞没再多问，开车带他离开了渔村。车子驶上公路，后视镜里那片灰色的海滩和墨蓝色的海面越来越远，最终消失在拐弯处。林森没有回头，
回到市区，一切仿佛都没有变，又仿佛一切都变了。熟悉的高楼，熟悉的街道，匆忙的行人，但他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他先回了之前和陆瑶的家，房子已经易主，新住户是一对年轻的夫妇，正在兴致勃勃地规划装修。他站在楼下，仰头看着那个曾经属于他们的窗口，看了几分钟，然后转身离开。接着他去了公司，3年不在，公司由合伙人撑着，规模小了一些，但还在运转。合伙人见到他很是惊讶，随即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多问什么，只说他愿意回来，随时欢迎。林森在曾经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看着窗外熟悉的城市景观，最终没有留下。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他现在的心是漏的，装不住任何东西，除了悔恨和空旷。他用自己的积蓄，在离原来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小公寓。公寓很简陋，但有一个朝南的阳台。他开始尝试规律的生活，早晨起床去附近公园跑步，然后回来随便吃点东西。下午有时候去图书馆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心理学、哲学，甚至宗教。有时候就坐在阳台上发呆，看云看日落。他不再联系楚小林。严飞后来告诉他，楚小林带着孩子回了方凯老家，但方家的老人并不待见他们，认为他们是克死儿子的扫把星，日子过得并不好。林森听了，只是嗯了一声，没有任何表示。他的同情心似乎随着陆瑶和女儿的彻底消失，也一起干涸了。他定期去看心理医生，医生引导他说话，引导他表达情绪，但他说的很少，大多数时候只是沉默地坐着。医生说他这是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伴随着深度抑郁，需要时间和耐心。时间一天天过去，春天来了，路边的树抽出新芽，林森的生活似乎步入了一种僵硬的平静。他找了一份不需要太多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在一个公益性质的环保组织里做资料整理和数据分析。工作清闲，收入不高，但足够他生活。他不再喝酒，睡眠依然很差，常常在半夜惊醒，浑身冷汗。梦里有时是陆瑶最后苍白消瘦的脸，有时是女儿那团模糊的光影，有时是那片暴风雨中漆黑汹涌的大海，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片虚无的空白。醒来后，他就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直到窗外天色发白。严飞偶尔会来看看他，带点水果或熟食。他不再提陆瑶，只是聊聊近况，说说乐童的趣事。乐童慢慢长大了，很活泼，很可爱。林森听着，脸上会露出一点点极淡的笑意，但那笑意从不达眼底。他知道严飞是陆瑶最好的朋友，他来看他，大概是替陆瑶尽最后一点心意。他接受这份善意，但也仅止于此。他好像活在一个透明的罩子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但触摸不到，也感受不到温度。直到那个周末的下午，他在图书馆的旧报纸区无意中翻到了一张3年前的地方小报。报纸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则很短的社会新闻，报道了发生在洛市的一起意外工伤事故，一名方姓男子在工地被坠物砸中，送医不治。新闻寥寥数语，没有细节，没有图片，但在不起眼的段落里提到了一句：据工友反映，方某近期曾多次表示身体不适，但为维持家庭生计，仍坚持上工。林森拿着报纸的手微微颤抖。方凯早就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他坚持工作，直到那天意外发生。这不是意外，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用自己生命为筹码的算计。为了给他的妻女谋一个他认为可靠的未来，林森以为自己已经痛到麻木了，但这一刻，新的愤怒和荒谬感像冰冷的毒蛇钻进他的心脏，狠狠噬咬。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在报恩，他忍受着对妻子的愧疚，忍受着内心的挣扎，去照顾兄弟的遗孀和孩子。他以为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一件仗义的事。结果呢，他不过是一枚棋子，被一个濒死之人用兄弟情谊绑架，安排进了对方设计好的剧本里。他这3年的痛苦，陆瑶这3年的煎熬，他们失去的孩子，陆瑶最终付出的生命，这一切竟然始于一场自私的算计。哈哈哈哈！低沉的笑声从林森喉咙里溢出，在安静的图书馆阅览室里显得格外奇怪和凄凉。旁边看书的人诧异地看着他，林森浑然不觉，他笑着，眼泪却流了下来。真可笑啊！他、陆瑶，甚至楚小林和那个孩子，所有人都是方凯棋盘上的棋子。方凯用一条命搅乱了所有人的人生。林森拿着那份报纸离开了图书馆，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江边。傍晚的江风带着湿气，吹在脸上凉凉的。他站在护栏边，看着脚下浑浊湍急的江水，有那么一瞬间，一个念头掠过脑海，跳下去，是不是就一了百了了？
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压了下去。他想起陆瑶最后的选择，他连魂飞魄散都不怕，只为送女儿往生。他那么决绝地斩断了自己的一切，他凭什么在这里懦弱地寻求解脱？他的罪还没赎完。他掏出手机，找到了一个几乎从未拨过的号码，方凯老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当初处理方凯后事时联系过。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边是嘈杂的乡下背景音。林森用平静得可怕的语气询问了楚小林的近况。亲戚叹气说，楚小林回去后，方家老人怪他克夫对他很不好，动辄打骂，孩子也跟着受罪。楚小林想走，但身上没钱，也没地方去。听说最近身体也不太好，总是咳嗽。林森听完只说了一句知道了，便挂了电话。他望着江面，夕阳把江水染成一片血色。他恨方凯的算计，他恨楚小林的隐瞒和心机，但他无法恨那个叫方悠悠的孩子。那孩子和他一样，也是这场悲剧里的无辜者，甚至可能更可怜。陆瑶会怎么做？他那么善良，即使被伤害到那种地步，他最后的选择依然是保护孩子。林森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他做出了决定。几天后，一笔钱汇到了楚小林在老家镇上能取到的银行账户里，金额不算巨大，但足够他在小镇上做点小生意，或者带着孩子去别处开始新生活。汇款人匿名，随钱到达的还有一封简短的信，打印的，没有署名。信上只有2句话：离开那里，带孩子好好生活，这是你丈夫用命换来的，别浪费了。做完这件事，林森感到心里那块沉重的巨石似乎松动了一点点，不是原谅，也不是释怀，只是他做了一件陆瑶可能会希望他做的事，这让他感觉自己还像个人，还残留着一丝人性。日子继续往前，夏天到了，天气变得炎热。林森所在的那个环保组织计划开展一次沿海滩涂的垃圾清理和生态调查活动，活动地点有几个备选。当林森看到备选地点名单里有望归湾3个字时，他愣住了，手指在那个名字上停留了很久。最终，他主动提出参与这次活动，并且希望能去望归湾那一组。组织负责人有些意外，因为望归湾位置偏僻，交通不便，通常不是首选。但林森坚持，甚至表示可以负责协调当地渔村的联络和后勤。负责人同意了。活动定在2周后。出发前的那个晚上，林森又失眠了。他躺在床上，睁着眼，想起最后一次在望归湾的情景：暴风雨、闪电、海面上微弱的光影、刘伯神秘的吟诵，以及最终那束飞向夜空的光芒，还有陆瑶彻底的消失。心口传来熟悉的闷痛，他起身走到阳台，点燃了一支烟。他很少抽烟，但最近偶尔会抽一支。辛辣的烟雾吸入肺里，带来短暂的麻痹感。夜色中的城市灯火阑珊，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故事，或喜或悲。他的故事已经接近尾声了，或者说主角退场后，剩下的只是冗长而平淡的余韵。2天后，林森和另外3名志愿者来到了望归湾。渔村还是老样子，安静、破旧，带着海腥味。他租住过的小屋已经又有了新的租客，一个来写生的美术生。他们借用了村委会的空房作为临时据点。第2天一早，就带着工具前往海滩。再次踏上这片沙滩，林森的心情异常平静。阳光很好，海水湛蓝清澈，浪花轻柔，和他记忆中那个狂风暴雨的恐怖夜晚判若2个世界。志愿者们开始工作，捡拾被潮水冲上来的塑料瓶、泡沫、渔网碎片。林森也埋头干活，汗水很快湿透了 T 恤。中午休息时，大家坐在礁石的阴影下吃简易的午餐。一个年轻的志愿者女孩指着远处海面上一块突出的黑色礁石说：“你们看那块石头，像不像一个人趴在那里？”其他人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纷纷笑着说：“不像。”林森也看了一眼，然后他的目光定住了那块礁石的轮廓，在某个角度，在粼粼波光的映衬下，恍惚间真的有点像一个人弯着腰，面朝大海的侧影，只是静静的、孤独的凝固在那里。他看了很久，直到眼睛被阳光刺痛，才慢慢移开视线。下午，清理工作继续。林森负责的区域靠近当初他站立的海水处，他仔细地翻找着石头缝隙里的垃圾。突然，他的手指碰到了一个硬物，不是塑料，也不是玻璃。他拨开覆盖在上面的海藻和沙子，看清了那东西，是一枚珍珠耳钉，和他当初找到的那枚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这一枚更旧一些，光泽暗淡，嵌在耳钉托上的小珍珠有一道细微的裂痕。林森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他捡起耳钉，海水从指缝间流走，耳钉躺在他掌心，冰凉。是巧合吗？他抬起头望向广阔无垠的大海，
海风拂过他的脸，带来咸湿的气息。远处海天相接的地方一片朦胧，什么都没有，没有光影，没有声音，没有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只有海浪永恒的叹息。旁边的志愿者喊他，问他发现了什么。林森握紧手心，将耳钉擦干净，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没什么，他说，一块好看的石头。活动结束后，回到市区，林森把那枚捡来的珍珠耳钉洗净擦干，放在了一个小小的木盒里。木盒里空荡荡的，只有这一枚耳钉。他没有再去探究它的来历，有些东西不需要答案。秋天的时候，林森搬了一次家，新公寓的阳台更大，视野更开阔。他买了几盆绿植放在阳台上，学着照料它们。其中一盆是茉莉，路遥以前最喜欢的花。他小心地浇水、施肥，看着它抽出新枝，长出花苞。初冬的一个清晨，他推开阳台门，闻到一股清幽的香气。那盆茉莉竟然开了，细小的白色花朵藏在绿叶间，香气却盈满了整个阳台。林森站在花前看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极其轻柔地碰了碰那柔软的花瓣，冰凉的露水沾湿了他的指尖。他抬起头，望向灰蓝色的清晨的天空，有鸽子扑棱着翅膀飞过，远处传来城市苏醒的声音。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还是会想起路遥，想起那个未曾谋面的女儿，想起的时候，心口还是会闷闷的疼，但那种痛不再像最初那样是毁灭性的、撕心裂肺的，它变成了一种沉静的、绵长的背景音，存在于他生命的底色里。他接受了这份痛，就像接受自己呼吸的一部分。他依然去看心理医生，频率降低了。医生说他恢复的不错，虽然离痊愈还很远，但至少他在学着与过去共存。他开始尝试重新画画，这是他很早以前的爱好，后来忙于工作和生活，早就丢下了。现在重新捡起来，画笔很生疏，线条歪歪扭扭。他画海，画沙滩，画模糊的光影，画得不好，但他乐此不疲。严飞有时会带着乐童来看他，乐童已经上幼儿园了，叽叽喳喳像只快乐的小鸟。他很喜欢林森阳台上的茉莉花，也喜欢看他画画，虽然看不懂。有一次，乐童指着林森画板上的一团白色光晕问：“林叔叔，这是什么呀？”林森沉默了一下，说：“是星星，星星不是这样的。”乐童皱着小鼻子：“这是一颗迷路的星星。现在他找到回家的路了。”乐童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很快又被别的东西吸引了注意力。严飞站在一旁看着林森，眼神复杂，最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年底的时候，林森做了一个决定，他辞去了环保组织的工作，用自己剩下的一些积蓄，加上之前公司的一点分红，在一个安静的老街区开了一家小小的书店。书店不大，装修简单，但光线很好。他给自己的书店取名归途。书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角落，摆着一些关于海洋、星空和生命意义的书籍，还有几本很旧的关于民间传说和灵魂信仰的书，是他特意淘来的。书店生意平平，但足够维持他的生活。他每天坐在书店里看看书，听听音乐，偶尔和来的客人闲聊几句，日子过得缓慢而宁静。又是一个春天，书店门口的梧桐树长出了嫩绿的新叶，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进店里，在木地板上投下温暖的光斑。林森坐在柜台后面，看着一本诗集，风铃轻轻响动，有客人推门进来。他抬起头，是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孩，背着画板，风尘仆仆的样子。请问这里招兼职吗？我看到门口贴的招工启事，我会整理书籍，也会做咖啡。女孩有些腼腆地问。林森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她背上的画板。你是学生？美院的，出来采风，想找个地方暂时落脚。女孩点头。林森想了想，指了指书店后面有个小房间，以前是仓库，可以收拾出来住。兼职的话，每天下午来帮忙4个小时，包吃住，工资不高。女孩眼睛亮了，连连道谢。她叫小雨，很普通的名字，但人很勤快，也安静。她确实会画画，闲暇时就在店里的小本子上画速写，画书架，画窗外的树，画偶尔进来的客人。林森有时会看看她的画，笔触很稚嫩，但有一种鲜活的对生活的好奇和热爱，那是在她身上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东西。有一天打烊后，小雨在整理书架时，不小心碰掉了一个小木盒，盒子掉在地上，盒盖开了，里面的珍珠耳钉滚了出来，一直滚到林森的脚边。小雨慌忙道歉，捡起耳钉和盒子，对不起，林哥，我没拿稳，这耳钉真别致，就是有点旧了。他把耳钉小心地放回盒子。林森接过盒子，看了看里面的耳钉，是旧了，很多年了。他平静地说，是重要的人留下的吗？小雨小心翼翼地问。林森沉默了片刻，
是纪念。他说。小雨似懂非懂，没再追问，继续去整理书架了。林森拿着木盒，走到书店的窗边，他打开盒盖，看着那枚带着裂痕的珍珠耳钉，然后他轻轻合上盖子，将它放回了原来的位置。纪念逝去的时光，纪念无法挽回的错误和代价，也纪念那份最终得以安息的微小的圆满。他转过身，开始检查店里的水电，准备关门。夜晚的风从微微敞开的门缝里吹进来，带着暖意。又是一个平常的夜晚，而他将继续在这条漫长的归途上走下去。